2026年5月7日，一段来自深圳片场的偷拍视频突然席卷全网。镜头里，李现与张婧仪站在一处略显陡峭的坡道上，夜色昏黄，风吹乱头发，两个人像是经历了一场长久压抑后的情绪崩塌。没有刻意摆拍，没有夸张台词，只有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拥吻。最致命的不是吻本身，而是李现低头靠近时那种克制到极限后的失控感，是张婧仪眼神里明明委屈却又无法逃开的情绪，更是两个人呼吸凌乱、耳尖泛红之后那种仿佛现实情侣般真实的化学反应。短短10几秒，却让无数网友直接破防。有人说，这不是演戏，这是成年人情绪压抑6年后的决堤。也有人感叹，终于不是工业糖精了，终于有人把成年人的爱情拍出了重量。更夸张的是，仅仅1天时间，这段路透就在单个平台突破720万播放量。原本才开机不到10天的新剧，直接冲进带播剧热度榜前5。娱乐圈从来不缺吻戏，但真正能让观众心跳加速的，从来不是肢体接触，而是情绪可信度。而这一次，李现和张婧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让观众相信了，这两个人之间真的藏着很多年说不出口的感情。过去几年，观众其实已经被各种甜宠流水线消耗得越来越疲惫。工业化的拥抱，模板化的眼神，刻意制造的糖点，看似热闹，实则空洞。很多剧里的男主只会霸道，很多所谓的 CP 感也只是镜头剪辑堆出来的幻觉。但李现这次不同，他真正击中的是一种已经很久没被认真拍过的东西——年上感。所谓年上酥感，从来不是年龄大几岁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成熟、克制、隐忍，却又在关键时刻彻底失控的情绪张力。他不会一上来就疯狂示爱，不会浮夸地说我命都给你。真正高级的年上感，是明明已经动心，却偏偏要压住；明明嫉妒到发疯，却仍旧维持体面；明明爱到无法抽离，却还是先考虑对方会不会受伤。这种情绪比直接告白更致命，因为成年人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热烈，而是克制。而李现恰恰拥有一种内娱很稀缺的能力，他不需要说太多台词，只靠眼神和呼吸，就能把人物的压抑感传递出来。尤其是在这次路透里，他靠近张婧仪之前那几秒停顿，几乎已经让角色关系彻底成立。那不是简单的想吻，而像是一个人忍了太久，终于再也忍不住。观众会疯狂心动，不是因为这个吻有多激烈，而是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情绪递进。这才是真正高级的爱情戏。如果说李现提供的是压迫感，那么张婧仪贡献的则是一种极具故事性的脆弱感。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从不把角色演得用力过猛。很多年轻演员一演情绪戏，就喜欢哭到崩溃，喊到撕裂，生怕观众看不见自己的投入。但张婧仪不是，她更像真实生活里的女孩。委屈时会沉默，难过时会躲闪，明明已经红了眼眶，却还是努力维持平静。这种压着情绪的表演方式，反而更容易让观众共情。因为现实中的成年人，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歇斯底里，真正的痛苦往往是忍着。而张婧仪这次最让人上头的一点，就是她在吻戏里的迟疑感。她没有立刻回应，没有偶像剧式的甜笑，她像是在挣扎，像是在犹豫，又像是在某一秒终于放弃抵抗。这种层层递进的情绪变化，让整个镜头突然有了故事感。很多网友说，她一个眼神就像已经和李现爱恨纠缠很多年。这也是为什么这段路透会比正式预告更容易爆，因为真实，越真实越容易让观众沉浸。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正在出现，观众开始厌倦悬浮，尤其是年轻观众，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撒糖，他们想看的不只是恋爱，而是情绪、成长、遗憾、拉扯，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而真实的关系。以前很多剧，爱情像任务，男女主见3次面就生死相许，但现实不是这样。真正的成年人爱情，往往伴随着错过、克制、自尊、现实压力，甚至还有无法说出口的软弱。也正因为如此，李现和张婧仪这次的爆火，其实反映的是整个市场审美的变化。观众开始重新追求质感，他们不再满足于表面甜度，而是开始在意人物有没有灵魂，关系有没有层次，情绪有没有铺垫。而这种变化其实对整个影视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真正认真塑造角色、认真处理情感逻辑的作品终于开始重新被看见。演员不再只靠颜值和营销吃红利，而是必须依靠表演能力、情绪表达以及角色可信度。这种行业变化也许会很慢，但它正在发生。其实回头看，这段初卷路透最珍贵的地方，并不是吻戏尺度，而是它让很多人重新感受到了影视作品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噱头，而是情绪真实。一个眼神为什么能让人心动？因为观众相信角色真的爱过。一个拥抱为什么能让人破防？因为里面藏着无法说出口的遗憾。娱乐行业发展到今天，观众越来越聪明，也越来越敏感。如今的观众其实早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要发糖就会轻易满足的观众了。在短视频高速传播、营销话题层出不穷的时代，大家每天都会看到无数所谓爆甜、封神、CP 感炸裂的片段。可真正能够让人停下来反复回看，甚至很多年后依旧记得的，却始终只是少数。因为观众的情绪感知远比想象中敏锐，他们能够看出来一个眼神到底是真正进入角色后的情感流动，还是提前设计好的镜头套路，也能感觉到两个人之间的默契究竟来自人物关系的自然建立，还是为了营业而强行制造的话题感。为什么有些吻戏看完以后，观众只会觉得完成任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轻易分辨什么是真诚的灵魂碰撞，什么是廉价的工业套路，什么是角色之间因命运拉扯而自然流动的真情，而什么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如同流水线产品般的营业感。真正能穿越时间火海，深深刻进观众脑海的作品，从来不是靠那几分钟的人造热搜，而是靠人物那份足以灼伤屏幕的生命温度。所以我们由衷希望未来的影视圈能少一些浮躁的快餐，多一些真正尊重观众情绪，愿意在人性细微处反复打磨，让角色关系长出根来的诚意之作。因为一场高级的爱情戏，内核从来不只是为了磕 CP， 它其实是一面镜子，温柔地提醒着每一个在现代荒岛上漂流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最极致、最珍贵的连结，往往不在于那场声势浩大的告白，而在于灵魂深处的同频、无声的理解，以及那份在克制与放肆之间挣扎的真实。感谢你愿意陪我读到这里，沉浸在这场光影交织的幻梦中。也要谢谢每一位依然愿意拨开迷雾，认真感受角色灵魂，依然相信纯粹情感的观众。正是因为你们还在为那份真诚而心跳，影视行业才拥有了不肯堕落、继续向前的底气。最后，我想把这个思考留给大家。你觉得影视剧中真正高级的氛围感到底源自哪里？是那种众目睽睽下的轰烈告白，还是那种隐忍了无数个昼夜，终于在重逢一瞬间，在颤抖的呼吸中彻底崩塌失控的张力？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答案，让我们一起探讨艺术与真实的力量。